现在大家会极力的去歌颂这种专一，然后去谴责这种出轨或者是滥情。那么其实呢，这种道德感或者说自我认同感呢，或者这种价值观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时代背景的，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关于人性呢或者动物性呢，这个讨论的也非常多了。《楞严经》卷4说：“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束缚。”然后还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说呢，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来独去，苦乐自当，无有待者。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以经书的角度来说呢，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种程序，包括这个爱，包括情，包括心想，全部都是由妄想而来，那不过是在梦境中的一些幻灭罢了。如果仅仅只是以佛经来解释这些理论呢，我觉得很难听进去。就是你可能听懂了，一切都是程序，但是你很难感同身受。我们从基因里，或者我们从后天所接受到的这些教育，那么我们要生存下来需要的这种感情，需要的这种感性，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佛经里说的这种情欲幻灭。今天如果我们看到一群蚂蚁，它们团结协作，或者说一群蜜蜂团结协作，又或者说一群狮子或者是一群其他的老鼠这样子分崩离析，大家可能也听过一个叫做25号宇宙这样一个实验，是把老鼠聚集在一起，不给他们丰衣足食，然后他们就最后会全部死掉的这样一个实验。我并不是想说这个实验跟我们人类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不是想说这个，我是想说任何一群人类以外的动物聚集在一起，我们都可以用一个上帝视角非常客观的看到它们。蚂蚁它们在一起协作，并不是因为它们之间多么有爱，多么相爱，多么专一，多么团结，而是它们的程序就是如此设定，它们的基因就是如此设定的。那一群蜜蜂，它们会在某一个时间集体出去，会互相警告，会互相或者死了自己默默在外面死掉，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什么伟大而高尚的自我牺牲的感情，而是他们的基因就是如此设定的。包括蟑螂等等这种昆虫，它们都是为了繁衍后代，或者说它们的基因，它们都不知道自己要繁衍后代，它们只是被设定成这个样子。那个25号宇宙实验中的每只老鼠，它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最后要灭绝，它们现在不繁衍了会灭绝，只是因为它们的基因程序在这个环境里面就一定会导向那个结果，这都是整个程序所决定的。但是一到人类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会为所有的一切的行为和一切出现的现象去定义一个道德或定义一个标准。如果我们团结合作，我们就是相亲相爱、有爱、伟大，然后什么不畏生死、勇于牺牲。只要涉及到人类的繁衍，比如说生一场大病，然后所有的人就去救呀，或者说这个孩子母亲的这种伟大呀、牺牲啊，大家就会把它提高到一个非常拔高的角度。但是我们看到动物的时候，就又会非常的理智。那些什么螳螂吃掉自己的伴侣，或者说是等等就是野兽攻击自己的孩子，吃掉自己的孩子，不顾孩子的生死等等，这个非常理性，明白啊？这个就是畜生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人类跟他们有着巨大的区别。是的，道德感呢，资本呢，这些非常好用的工具，完美的凝聚了整个这样一群生物，然后整个生物的最高地位。但是呢，实际上它也不过是利用了人性，也就是利用了这个基因中的这样一套程序所制定的这样一套游戏规则而已。今天我们如此的歌颂男女之间的这种专一专情，我是在经里面没有读到过的，可能连经书如此有先见性的这种智慧的作者也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会如此执着于唯一专一专情，这个执着是如此之深，就可能没有想到会发展到这一步。所有的道德绑架、信仰绑架与这个情感绑架无异于毒品。我们在《天道》这个电视剧里面也听到了这样的台词啊，它比毒品更甚。
这些游戏规则都是完美的利用了人性中的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代码，比如说贪婪啊，或者是想要生存繁衍啊。其实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实验，就是把蚂蚁，它们都会分泌一种互相跟随的那种液体，蘸取这个液体用笔画上一个圆圈呢，这群蚂蚁会不分东南西北的一直绕着这个圆圈行走。实际上，人类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自己整个生活中，只要给你画上这样一个圈呢，你就会绕着它一直的走。有一个现象就是蚂蚁的那种漩涡，就是所有的蚂蚁会一直旋一直旋，然后群体死亡的这样一种现象。虽然我们不太会就是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样子的，就是说这么严重的后果，群体死亡啊，但是实际上也是会引起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运用我们本身所有的这个道德感、生存欲望或者是繁衍欲望，就像运用那个蚂蚁分泌的那种跟踪液体一样，画一个圈，让所有的这个就是网络上也好，或者现实中也好，自相残杀。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家庭中的家庭成员，就相当于是在自相残杀。虽然我这个比喻可能有点夸张，大家想想，我们就是那种宫斗戏，很多都是什么皇子长大了想要谋权篡位啊，或者是一直压制这个老皇上不退位啊，就会引起非常多的这种权力、情感这种政治斗争。然后宫里的女人呢，就会互相争斗来去争夺这个女性之间的这种地位。实际上，这个故事上演在现代的每一个大家庭的矛盾中，甚至于说，哪怕这个家庭只有一家3口人，那么如果说当他的晚辈他长到某一个年龄需要得到，就是要改朝换代的时候，虽然这个说的好像我们大家又没有什么钱，家里又没有皇位，要什么改朝换位，但实际上，哪怕你是最平庸家庭是最底层的这样的一个三角结构呢，仍然有一个上下结构。如果说这个上下结构就是绑定在一起的这样一个集体呢，它就要面临到这个层次的这个更迭换代。也正是因为大家是真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多的金钱，就是如此普通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说这个小集体中的权利与生产资料又会在我们由于程序的编写，我们会把它看得极为的重要。说实话，只有普通的这种底层，大家已经无法在社会上就是说真的去越级或者是上升一个阶层，这都非常困难了。那如果在一个小的集体，也就是说自己的家庭中呢，自己的整个地位，这个说的好像就是很功利啊，但是事实上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意识，自己的这个地位还要就是更往下跌一层呢，是许多的长辈无法接受的。但这又是一个时代进取的必然，哪怕是处于一个平等，他如果没有得到那种尊敬、孝敬或者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呢，他也会感到巨大的失落感。那作为底层要跃层，是成为另外一个新家庭的这样一个上层的这样一个就是中年或者说是组建家庭的这样成员来说，他个人的压力呢又会非常的大，他得不到曾经的领导的支持，又得不到队友的帮助，还会被接下来的新生队员，也就是自己的孩子，造成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就是吞噬与威胁。就是现在大家知道养孩子的成本呢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就是不论是家庭情感还是说爱情情感上面，所有的这些精神束缚、专一啊、孝顺啊，或者是责任感啊，这些都是根据我们的程序编写，让整个板块稳定的各种各样的工具，高尚也好，或者是低贱也好，你觉得多情滥情是低贱或者怎样也好，都不过是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需求为这样一个标准所打出的评分给的一个定义，它是非常局限性的，它是时间的局限性、空间的局限性，以及人性、动物性的这样一个局限性。我对这个局限性没有任何就是想法说要去有什么行动，完全没有，请各位看官不要自己意淫，我只是说一下我自己对于整个这种互相伤害啊，或者是这种道德
的这种枷锁的这样一个看法与分析。那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枷锁中呢，实际上大家的生活质量是明显上升的，寿命也会明显的加长。那这个繁衍生育呢，也一定会这个字怎么能更加繁荣昌盛？因为它就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存在的。那至于人个人的价值呢，与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好比一群野蜂被驯养成了家蜂，关在这样一个就是人工的这样一个盒子里面呢，它们会生存得更好，繁衍得更加壮大。但你恐怕不会为了一只蜜蜂如此的听这个养蜂人的话和就是遵循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而感到感动吧？我自己做情感付费咨询呢，会有很多人，或者说我以前做美妆博主呢，来做生意呢，会有很多人在下面说是割韭菜，或者是等等。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割韭菜，割我们自己的粉丝的，被人割，被社会割，被资本割。就像我们养一群蜜蜂去割它们的蜂蜜来吃一样，它这个是一个循环系统。这个系统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逃过，最不济你还是这个自然的产物，最后你还是尘归尘，要土归土的。所以说你不可能逃过，你只在于选择你被谁割。这个现在的问题只是你是否要被精神孝道、被伟大的主义所割，还是说被资本所割，还是被你自己的人性生存欲、繁殖欲所割，还是被道德所割，还是被男权或者女权这样的权力组织所割，还是你有什么兴趣爱好，比如唱歌、跳舞、打篮球、灵修这样的一些兴趣爱好的老师所割，你逃不过，你在割别人，别人在割你。好的，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这类视频呢，可以一键3连支持一下。祝大家都找到自己愿意被割的那一块领域。